咦，直播已经开始了，6个人，不错不错，发个推去，发个推，然后这里，好，你也来了，好，那我们就6个人开播。今天是老范读评5月29号这一条，看看这一个礼拜大家说了点什么。第一个是 Real Short 出圈了吗？说第一，到目前为止，短剧还没有出圈的内容，都是行业内人士自嗨。第二，传言有人在短剧中赚到钱了，但具体的人一个都没有看到。第三，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在手机上看短剧，飞机、火车、大巴、菜市场、劳动市场。第四，传统电视剧45分钟左右，电影90分钟、120分钟，日漫20分钟，这些时长的设定都是有原因的。第五，电视发明之初，没有用竖屏，因为不利于空间表达，手机依然。第六，最疑惑的一点，特意去查找了那些爆款短剧，播放数据都很惨，都不如那些宅舞网红啊。这个人呢，做了非常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啊。那么我们也一条一条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呢，短剧现在确实距离出千还是有距离的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绝不是行业内的人在自嗨，因为流量生意这种事儿没法自嗨，你要花钱买流量的如果你自嗨的话，你就得每天赔钱。流量是完完全全靠数据来支撑的，所以一定是有人在看，只是这个看的人呢，可能跟你的观察不在同一个层次，或者你周围没有也就如此。因为你提供了数据的出处提供了一些数据的结果，但是没有提供做实验的这个过程，也没有告诉我你在哪儿，然后在哪些地方没有发现有人在看短剧，所以呢，你这个实验报告呢并不完整。第二个呢，这个传言有人在短剧中赚到钱，但具体的人一个都没看到，这个事儿呢其实蛮悲哀的并不是没有人挣到钱，而是呢，现在大家叫财不露白，不敢说了，对吧？谁挣到钱谁都不敢说，这个害怕说了以后呢，引人嫉妒，或者说，哎，别人也来抄你的这个套路，这个事儿呢是很危险的，在中国，所以现在呢就不太容易再出现这种造富神话了，对吧？然后这个再往后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看，这个呢也是如此，就是你没有告诉我你在哪儿。至于说，传统电视剧45分钟左右，电影90分钟、120分钟，日漫20分钟这件事儿呢，我倒是知道为什么这个因为还跟他们打过一些交道这个东西的原因呢，是因为杰维 C 公司在我忘了是8几年还是7几年发明VHS 录像带的时候这个录像带呢是45分钟一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一盘录像带上最多就可以放一部电视剧，2盘录像带呢就可以放一个电影，或者是一盘录像带上可以放2集日漫这个长度是这么来的。所以呢，你并不要认为说以前有的这个东西它就有一些原因虽然原因我搞不懂，但是不可以打破，没有那个然后再往后呢，说电影发明之初没有竖屏因为不利于空间表达，手机依然这件事儿呢倒是可以跟你掰扯掰扯因为我们以前在研究这个 Musical.ly 的时候，它就是竖屏滑嘛，然后呢，大家就思考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是竖屏为什么竖屏的留存和整个数学模型就比别人好后来发现原因很简单，就是你一旦把屏幕横过来，身边的人就知道你没有在这个用手机干正常的事情，而是在进行娱乐。而大家呢，并不希望在刷甭管现在是抖音、TikTok 还是原来的 Musical.ly，对吧？被人发现你是在娱乐，所以他希望是举着手机，用一只手去刷这个东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可以挤占更多的碎片化时间它的整个的数学模型就好。
所以呢，我不相信什么空间表达力，也不相信什么古来已有的原因，我只相信数学模型啊，最后你的这个点击率、转化率、留存，对吧？这个东西是可信的。包括后来我们去做游戏也是这样啊，就是所有的超新星游戏，我们都要求一律竖屏啊，坚决不允许横屏，而且竖屏了以后必须单手操作，绝对不可以双手。然后很多这种做传统游戏的人找到我们说这不行啊，我们一定要横屏，这个没有横屏就没有空间表达力了。说那不行啊，这个横屏的项目一律不投，不许做。啊，后来呢，他们很多的人就离开了游戏团队啊，也有一些人回来说，那试试吧，对吧？他试完了以后的结果都是什么呢？就是竖屏的游戏的整个的留存就是比横屏的好，这个没有任何办法，因为你在举着手机打游戏的时候，别人不知道啊，对吧？你还是看着拿一个手机，好像以为你在回微信呢，对吧？然后但是你实际上在打游戏。至于说爆款短剧呢，这个播放数据都很惨，这个也是一样啊，你并没有给出这个你在哪里观察到的这个数据，所以呢，这个数据不完整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一个评论。晚上好，晚上好啊。然后是不多等点人再开始嘛，哎，无所谓了。这个上个礼拜三好像也是这样，就是人特别少，少就少吧，没关系啊，因为现在已经到5月29号了，对吧？这个5月有31号嘛，有32号、33号，反正过几天这个就该啊人就少了啊，所以无所谓，有几个听几个吧。下一次是不是还能讲上，咱就还不一定呢。这个且听且珍惜啊。再往后，这个微软 Copilot 加 PC 说有个错误啊，我特别喜欢大家提出来，我哪有错啊？我一般会出来更正一下啊。他讲的是什么？Mac M1以后的所有旧框架编译的 APP 也是在转换器上运行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然后呢，同样有性能损失，我相信微软会解决兼容性问题。它是这样啊，就是 Mac 呢，出过转换器，但是呢，它并不能保证转换器的这个完全兼容，它并不是说上来损失一点点的性能就完事儿了。所以 Mac 还是要求大家强制转 M 芯片的这个编译啊。然后呢，它现在绝大部分的 Mac 软件都是分的，就是英特尔版的和这个 M 系列芯片的版本的啊，是两边分开的。如果你说我一定有一个特别特别旧的这个软件我要去用，那么也不是说在这种转换器或者说在这种虚拟机上你就完全跑不起来啊，也是有可能跑起来的，但是就是苹果也不保证，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稍微等我1分钟，好嘞，咱们继续。这个就是刚才这一条呢，就是我是知道Mac M1上有这个虚拟机的转换器的之所以没说呢，是因为用的人没有那么多啊。再往后啊，这个是还是微软 Copilot 加 PC，说微软的包袱太大了，这个索性 ARM 架构重新做一套新的，甩掉包袱不就行了吗？这个真不容易啊！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谁说成功的把包袱甩掉的。就算是 Mac，你看现在我这是 M2、M3，现在 M4的电脑都快出来了，大量的软件还是在出两个版本的，英特尔的和这个M 系列的，你甩不掉的。现在比微软背的包袱还重的是谁？还是谷歌？谷歌一直惦记把安卓甩了，但是真甩不掉，对吧？这几十万开发者，上百万个应用，你咋甩啊？还有这么多的旧手机啊，你是完全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想去把这个旧包袱甩掉这件事呢，说着容易，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就是一旦说这个我们支持多这个环境的兼容，比如说我可以用各种 CPU、各种的这个显卡、各种的这个 GPU 啊、各种的这个屏幕，一旦是做这件事情，那么它就必然会形成一个大包袱。安卓其实也是这样的，你想它有高通的，有 MTK 的，有这个华为这个什么麒麟的，还有这个
各种各样的芯片呢，它都得支持，对吧？当它把这些所有的芯片都支持了以后，那你说我现在要把这个安卓的系统扔掉了，再来一遍，那这事儿就没法干啊，对吧？所以这个包袱呢，就是一开始它是相对来说都是一个一个的这种合作伙伴找回来的，但是跑起来以后就不是那么开心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甩不掉的。苹果之所以还能走得比较轻快，是因为它是封闭系统，对吧？它只有自己的，就是我出的 M 系列芯片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就完事儿了。所以相对来说，苹果这个路子要轻松一些，它并不那么跟人合作。看看还有什么还有这个跟大家问这个早中晚好的这个挺好。今天竟然赶上了，你经常能赶上看了老范讲翟神英的视频，特地去看了，结果发现他的节目讲的不错，感觉他现在的视频风格越来越像散人了，天天评时事我是后来就不看了。这个工程类软件还是差距蛮大的，还有一些软件的原生插件没人做这个肯定他用的人少呗，不那么挣钱呗，也就如此了，他就没有人做嘛。又赶上直播了，这个是对的，这个现在应该在第一次赶上直播的人就不多了。好，我们继续。国产大模型卷价格战，这个有人说哈哈哈看看历史。我们这是非常文明的玩法，我们是卷自己，别人是灭土著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想法。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不是这样，就是中国人呢，也灭土著咱们在什么时候灭？咱只是灭的比较早，咱们是汉朝灭的在汉朝的时候，这个叫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吧？你们从这以后再要敢说自己是什么民族的，一律干掉从今天以后，大家通通都是汉族就没有在各个民族各个这个说你是这个楚人后裔没有这个了大家都是汉族，所有不认同的都干掉咱们这个事儿就是干的比较早而已所以呢也没必要这么去这个嘲笑人家美国人杀土著再往后说，我怕我的想法被他们偷了。目前大模型调用和微调都是不加密的这个为什么要把这条评论拿出来念呢？因为我们以前做投资的时候呢，碰到过好多这样的创业者，一上来说那个你要给我钱，我说那你做什么呀？我不能告诉你我说你为啥呀？他说我一告诉你，你就偷我的想法我这个想法这个绝对天才只要是这个我拿着钱开干，对吧？然后我就马上就是比尔盖茨了，我就是扎克伯格了，对吧？但是任何人只要听到我这想法，他们就是比尔盖茨，就是扎克伯格了这个一般呢遇到这种人呢，我们就直接请他们出门走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一个 idea 一个想法这么容易就被抄走了，那么它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被实现的必要为什么呢？就是你总不能说你这个产品永远不发布吧，对吧？你也不可能说我不找人合作，不找人去这个来去合伙吧那么如果你的 idea 真的是一听就学会了，那你有什么壁垒呢？就没有任何壁垒了。那么这种项目，哪怕你的 idea 再怎么天才，对吧？这个就是拿来咱们就这个直接就扔掉就好了，没有任何意义这个事情那你说有没有一些这个idea 真的是说我偷偷的去做，然后这个只要被人知道了就不挣钱了呢？也有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违法的，对吧？这个他们也都是说我可以这个偷偷干，偷偷挣钱行说出去，警察叔叔就上门了这个是有的剩下的呢，我们见过太多的各种各样的想法，他实际上自己也没想明白。然后呢，等开做的时候，发现这个想法里四处都是漏洞，各种问题，对吧？这个其实是情况比较多的所以呢，千万别想着说我一上去做，他们就偷我想法，这个是对于整个创投圈来说吧，都是相对比较幼稚的玩法这个再往后说，老范能谈谈美国禁止大模型出口的新闻吗？禁止大模型本来就是禁止的呀。他们会禁止开源大模型吗？他们会禁止拉玛3吗？如果禁止了拉玛3，会影响国内所有的大模型研发公司吗？这件事是这样首先拉玛3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去下载，都可以拿到去使用，这个事情呢是很难禁止的。但是第二，
这个 Llama 3如果真的被禁止了，会变成什么样？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就是如果 Llama 3禁止了，那么任何在中国地区使用 Llama 3再去调模型这个事儿呢，你就不能再到美国去使用，或者到认同美国规则的地方去使用了。比如说，今天我们禁止 Llama 3对中国出口那么如果一个中国公司拿着 Llama 3的模型微调了以后或者用 Llama 3的这些技术包装了一些这个产品到欧洲、到美国去卖去了，那么这个是不允许的你就会进入实体名单或者进入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会受到处罚。所以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事情的禁止不是没有意义的，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呢，你用它，你在国内用这个事儿没毛病，对吧？现在在中国用的很多东西都是他们不让咱用的但是咱也就这么用了，对吧？这个所以不用想太多这个再往后说这个说虽然我不会做 AI，但是工业革命级的新一轮技术创新从2022年至今，这才2年不到就宣告结束了。文字 AI 我感觉从能力上还哪儿也没到哪儿就 GPT-4o 距离真正实用，我感觉也还有很多不方便的，需要加强不理解一个技术新领域不到2年就卷到头了，不符合历史对，因为我在这一期的结尾呢，我讲了，我说中国的这些大模型厂商对于文字生成这件事来说，基本上已经卷不动了，对吧？所以必须要去卷应用了。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呢？现在呢，大家已经方向都明确了，说怎么能够提高文字大模型的能力，更多的数据，更多的这个高质量的数据，然后呢，用更好的这个算力去进行训练，这个事情就可以达到，而且达到最头上，也就是达到 GPT-4水平了，再往前做其实做不动了。对吧？再往前做呢，你说我希望让这个模型有更强的逻辑能力，有更强的专注力，有更强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能力，让你觉得更方便。这件事儿呢，其实不是提高模型本身的能力因为这个你要想训练出更聪明的模型来，这个事儿其实已经很难了。就是大家努力了2年或者努力了1年多吧，也就是达到 GPT-4这个水平了，也就完事儿了那么这个再往后，你说我想让这个系统变得更好使怎么办再往后其实是靠一些工程的手段可以解决那个过程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了，对吧？你没必要去学习说我怎么再去训一个更大的模型出来这个已经没必要了所以说他们在这儿卷到头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去做多模态比如说我去做语音的，做这个视觉的，做其他的各种多模态的识别和这种端到端的处理。这一块呢，就是以中国现在的这个算力水平和这个大家的对未来投入的信心来说，不太现实。为什么呢？就是做这个事情就是需要大算力非常大的算力，而且呢需要这个很长时间的投入，可能需要2-3年的投入才能把这个钱挣出来。但是在中国现在的状态下，谁舍得给你钱让你玩2-3年对吧？这个如果你真愿意给我钱让我玩2-3年的话，我肯定是二话不说把钱揣兜里我就跑了，对吧？这个现在大家就是心里都心知肚明的这个未来到底会变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所以呢，不会有任何人去进行这种长远的投资那么只能是卷到现在这一步，横向发展这个没有任何办法。不是说它在全世界都卷到头了，只是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卷到头了这是一个这个国产大模型在文字生成这一块基本上卷到头了。我看看老范对终端 GPU 熟悉吗？手上闲置了2块 A2 5块这个 RTX 300扔了有点可惜，留着训练大模型好像又用不上，挺鸡肋的你这个原来是挖矿的吗？应该也不像挖矿的，挖矿一般没人拿这玩意儿挖。这个我觉得你还是扔了吧，这个东西拿来训大模型真的没啥用。点赞点赞，对，大家记着点赞明清也没少灭异族，对，清还好吧，反正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族。请出门后把门带上，是这样的。这个遇到第一次赶上直播的观众是大好事儿，说明大量以前
只看录播的观众能赶上直播。这个关键是因为我的直播呢非常规律啊，就是礼拜三晚上8点，礼拜五晚上8点，所以呢，就是喜欢看的基本上都能赶上。晚上好，对，超 idea 那个太好玩了啊！天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健康的想法应该是我做的已经有人在做或者做过了，所以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做得比别人更好？这倒不一定啊，就是我觉得创新还是蛮多的，只是呢，每一个人在做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啊。那么在遇到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你就会做出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这个结果出来。啊，被老饭店评论的哪条评论是你的？Sora 和人形机器人还没有到场呢，等到这些大杀器落地，整个人类世界发生巨大变革，就是几年的事儿。其实不用等他们啊，这个现在的文字大模型已经在推动人类变革了。咱们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科学家那么少，对吧？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原因很简单，你想吧，你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你需要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研究生上博士、博士后上完这些东西出来以后，可能这家伙30多岁了，对吧？然后你要再开始做研究，再阅读大量文献，然后呢再去提出假设，开始进行工作，然后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往前把这个科技推进一点点。如果再往后再有一个人说我要再把这个科技再往前推一点点，那怎么办？他需要把前面这些东西都走一遍因为为什么这样？就是人类大脑其实接受的信息是有限的，对吧？你肯定是狗熊掰苞米，然后你掰了这个新的就得扔旧的。那么你想再让这个大脑处理更多的信息汇集起来去干活，你是干不了的。但是现在有 AI 了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我们现在就可以让 AI 替我们总结归纳大量的信息，提高阅读速度，然后在传统的很多的信息不需要人进行阅读的情况下，就可以得到结果。所以科技大爆发马上就会发生或者现在可能很多科技大爆发所做的一些这个实验或者一些这个论文的这种论证，现在正在做的所以现在已经在往前走了。灭准格尔准格尔是蒙古人吧？忘了。今天的直播居然没有推荐还是订阅那里翻到的，好吧？其实我的直播都是礼拜三的晚上8点读评礼拜五晚上8点是讲故事，然后呢，礼拜天呢，这个有的时候会吃药但是我不能保证每次都吃，呃，第好几次赶上直播了，哎，这才是正常的。不是用来挖矿的是这个做物体检测之类的简单 AI 图像识别用的。我以为至少会建议我玩游戏呢，没想到居然是扔了这种显卡其实不适合玩游戏，真正的游戏显卡还是这个你去买4090吧，或者说你可以做一些本地的这种推理还是可以的去做训练肯定就别费劲了。所以诺奖自然科学奖的得主全都是七老八十的，这倒不是他们其实七老八十的这帮人，他们就是他们那个科技或者他们那个叫做论文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写出来的，但是呢要排到七老八十才能发给他们因为呢也得看看这中间是不是翻车大国的 AI 似乎不少都是在其竞选个独角兽来什么意思外国的软件企业很多不会去搞通用大模型，而是聚焦在自己的工程企业业务上。这个例如甲骨文把 AI 用在数据库的管控上，用在供应链管理软件的流程化上。这个 IBM、SAP、Adobe、AutoCAD 等等其实都有不少 AI 有趣的落地应用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其实你正好说反了，对，是美国企业才是真正的在卷大模型就是现在全世界卷真正大模型的公司没几个，Meta、谷歌、X、
这个 Mistral、Anthropic、OpenAI、微软，对吧？就是这几家在卷真正的大模型，然后剩下还有一些像什么，就是还有一些是做数据标注啊，他们也在卷一些相对比较大的模型。然后中国其实绝大部分的创业企业都是在拿小模型做各种落地，也就是拿拉玛2掰来掰去的，对吧？现在拉玛3到手了，他们现在还在这个叫狗咬王八无处下嘴的一个状态，对吧？这个其实才是现在大家在主要干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就是大模型呢，只有足够多的数据，足够宽松的环境，足够优秀的人才，足够大的算力，才能玩得起。而刚才我们讲的所有这些东西，中国都不具备，是吧？所以只能拿小模型卷来卷去，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Oracle、IBM、SAP、Adobe，然后呢，再加上刚才我们讲到的 AutoCAD 这些啊，拿 AI 进行有趣落地的应用，他们会被卷死的，最后没有他们什么事儿，啊，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最后能做出什么来，啊，这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啊，周日大郎吃药吃播啊，这个，但是吃药呢，我就尽量让它不规律一些，早的时候就特别早，晚的时候就特别晚，啊，这个让大家这个故意要捉个小迷藏啊，这个，而且不一定每次都有。啊，我觉得衡量巨大变革的点是 UBI 啊，如果全民基本收入实现，说明失业人口足够多，AI 取代的工作也足够多，所有人都可以不工作就维持生活。这个其实 UBI 怎么说呢？加拿大现在好像有些地方要开始搞 UBI 啊，但是我不觉得未来会，这条路会走得通啊，因为呢，这个你做了 UBI 以后，你可能剩下的很多的这种实体就会快速的崩塌，啊，为什么？我记得原来在北欧啊，当时投了一个游戏项目，然后呢，我们希望就是投资下去了以后，都希望这个创始人可以少拿点薪水嘛，就跟人家商量说你能不能少拿点啊，啊，让这个钱可以多花一段时间，对吧？人家说不行啊，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是瑞典还是哪儿我忘了啊，就是说规定的最低薪资就是这个，不能比这低，比这个低就可以去领救济了啊。我明明拿到投资了，我没法去领救济啊。我说那好吧，就按这个数算吧，对吧？就是他一旦是开始有这种 UBI，就是各种各样的底层的低端的劳动就没人干了，对吧？这个事儿是没法整的。直播有固定时间，有啊，就是每周三晚上北京时间8点，每周五晚上北京时间8点啊，这个是固定的，其他的时候是不定时的。AI 现在主要应用场景是人机对话、自动作图，现阶段的应用场景好像不太多啊，是不是 AI 以及现在所谓的大模型有点过热啊？不是啊，现在 AI 开始卷到另外一个赛道去了，这个比如说 AI agent 呀这些东西开始卷啊，你要有兴趣可以在这个 YouTube 上搜一下什么是 AI agent 啊，或者说这个比较有闲钱的话，也可以买我的这个会员频道，我现在在会员频道里已经放了3期 AI 相关的课程啊，你看看它到底能干什么。这个周三、周五晚上固定，对吧？周日不一定，对，周日不一定，其他的时候随机。啊，我记得日期啊，不过平时都是推荐点进来，啊，今天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推荐没有，可能是这2天小姐姐看多了，哎，我估计是，啊，这个原因一定要从自己身上找啊。这个 AI 对投资机构未来，必是标配。例如一间公司年报出了，是好是坏啊？对，是 AI 秒读，其实秒也到不了啊，可能还是需要读个十几秒的，然后决定买卖，短线交易必定这个方向发展啊。再看网速，看这个网线啊，这个呢，你一定是不能这么干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发现是 AI 读财报来做决策的话，那么我们就会骗 AI 啊，我们就知道它读到什么样的财报会买，读到什么样的财报会卖，对吧？肯定会反套路它，那么 AI 会被骗光裤子的啊，这个事儿是不能乱搞的。
中国的科技研发公司等不起，好多创新项目都是需要长周期、朝不保夕的，谁敢整？是的，实验室也搞不定，做创新研发的人玩不转政治，是这样的。而且现在中国是 GPU 在降价，千万不要以为美国这个禁运了，然后就怎么样。现在在国内 H100在降价，对吧？因为走私了太多进来，然后这么多这个 AI 大模型公司真正能拿到钱的很少，而且就算拿到钱呢，也都是拿的阿里的钱，用的阿里的 GPU 就完事儿了，对吧？他们没有人需要说自己买一堆这个东西自己去玩的，啊，这个所以刚才那位有 GPU 的朋友还是扔了吧。老范给未来的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方向，发展方向一些建议吧。感觉大模型应用产研测很薄，这个是的啊，这个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呢，更多的应该去，看一看这种 AI agent 到底怎么做。所以我觉得未来呢，可能不会有程序员啊，也不会有产品经理，但是呢，会有什么呢？叫做AI 智能这个叫智能代理吧，叫 AI agent，就是智能代理设计师啊，可能这些人会更多一些。我记得我学软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人跟我讲了，你看那是90几年、95年，说什么呢？说未来不会有程序员的，说未来呢，我们需要的是叫做客户需求咨询分析师啊，或者叫客户需求咨询顾问啊。为什么是要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就是你坐在客户面前，客户说：“哎，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然后呢，你给他东拼一下西拼一下，像乐高一样拼起来以后呢，说：“哎，这是你要的吗？”啊，是。啊，那块儿好像还差点啊，这个鼻子大一点，鼻子小一点，眼睛这个再开一点，对吧？眉毛再竖起来一点啊，他就会不停的给你提这个要求。然后你听着要求以后，那头就开始搭完了以后呢，这个说：“哎，这就是我要的，对吧？”这跟那个这个叫做什么公安局抓这个坏人似的啊，这个拿那个画像师给你画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现在有 AIGC 出来了以后，然后有 AI agent 各种的搭建工具出来了以后，可能这件事情就可以实现了啊。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比较大的方向。AI 课程今后会一直出吗？也不一定啊。因为呢，我肯定是希望找一个相对比较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方向跟大家做 AI 课程。我呢是不面向程序员，尽量让大家都能用上，把现在的一些 AI 工具用起来，然后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呢，我现在也在思考每期录什么，我就准备这个礼拜稍微停一下啊，前面录了3期了。然后这个礼拜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下个礼拜六再去更新 AI 课程的第4期。然后呢，有可录的东西我就去讲啊，如果没有什么可讲的呢，我也就会停一停，这个并不会一直录下去。老范这样普通话听着标准，英文发音也正确。不，我英文发音很差的啊，这个经常好多人这个纠正我说这个说你这个英文发音实在忍不了。这个 AI 课程很精彩哟，现在正是打基础做准备阶段，入坑正当时，是这样的。对，然后而且我的 AI 课程针对的就是非程序员啊，特别是像你这种产品经理，我觉得可以听一听。那老范的定语啊，其实是低端劳动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基数国家，不能没人干。这是在讲这个全民普遍收入这件事儿是吧？其实这种低端收入，你在美国也不能没人干，对吧？美国也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在干这些低端工作，对吧？这个事情只有像加拿大这种中间隔了个美国，你如果加拿大直接挨着墨西哥，你试试，对吧？他敢干这事儿吗？他不敢的。那阿里的云业务，老范觉得，将会爆发起来吗？哎，阿里，我觉得云还是有机会啊。就是国内做 AI，其实真正在这块踩中了点儿的就是阿里啊，没有第二家。字节做的其实也还可以啊，但是反正阿里是最猛的一个。那等观看直播人数多的时候加会员，被老范当场谢谢一下华子不能白耍。哎，这事儿就是想看就去看，这个无所谓。
李政道得诺奖物理奖是31岁，哦，是吗？这个我还真没研究啊。第二次看直播啊，终于赶上了，好吧。也别尬吹啊，老范的普通话确实标准，英语口音就算了，是这样的。这个我的英文是非常烂的啊，这个咱们自己要自知之明。再往后，这个京东严查考勤，说犯困是碳水，或许未必。美国人午餐吃披萨饼或者意大利面啊，也是很多碳水。现在美国人也会中午去吃个中式快餐，扬州炒饭、越南牛肉河粉、墨西哥 taco 卷饼、印度飞饼、中东这个什么这个什么面饼啊，然后呢也不少碳水。大国午睡也许是一种习惯，我读大学起就不午睡，你现在让我午睡，我还未必睡着。之前会午睡，那是俺妈逼着我睡。说美国人晚上睡得足，或者是一种传奇。美国人或许营养好，环境好，烦心的事情少，和电商斗智斗勇的能量消耗少。美国人也不一样，晚上不想睡，午休和集中精力没有那么强的关系。打游戏就精力集中，学编程就犯困的人大有人在啊！这个事儿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反正吃碳水要午睡这件事儿，我自己并没有做过特别严谨的科学研究但是也确实听很多人去讲这个事儿。另外呢，我觉得有一点是真的，就是是不是午休其实是习惯问题人是可以搬过来的。我记得我90几年去日本的时候，碰到一位也是从中国跑到日本去打工的一位女士，她就跟我讲说：“哎呀，刚到日本的时候很不习惯。”我说：“什么不习惯啊？”她说：“日本人啊，这个她当时在杰维 T 上班啊，她说日本人晚上喝酒或者说弄到很晚才回家，到家都1、2点钟了。然后呢，你可能还需要再收拾收拾，这个再洗洗涮涮的那么可能就得2、3点钟才能睡觉。早上起来呢，还要一早起来去这个赶地铁。”这个每天就能睡4、5个小时，说一开始每天都过得昏昏沉沉的，但是呢，他过了大概2、3个月以后呢，人就适应了，然后到晚上他也睡不着他觉得这就是生活的一个这个就是等于生活的生物钟就给你调成这样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人这种东西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还是要看适应力可能到了这样的地方以后，有很多人是可以适应，但是你说最后有些人适应不了，有没有？也有。这个包括午睡，你说我们现在就强制训练你午睡必须睡，你可能训练一段时间也就适应了就是人的适应力还是蛮强的。再往后如果京东人员素质这么不堪，那为什么京东电商似乎还蛮能干呢？物流我觉得相当考验运行能力效率这件事儿是这样就是说，物流呢算是京东做的还不错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物流里头其实沾的钱少至于其他的部分呢，沾钱多的部门肯定已经烂得一塌糊涂了没什么好说的那么你也不是说一个组织或者机构，对吧？这个人员烂掉了以后，它就成直线，或者从外面看就是从一条斜线这么直了下去。它可能也是会保持一个光鲜的外表，然后到最后一天轰然崩塌这个事情也是很正常的。你想在苏联解体之前，谁会想到这样的一个老大帝国就突然就不行了呢？但你以为苏联解体是在解体那一天才突然烂掉的吗？肯定不是嘛！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他现在在某些方面表现的还很厉害，跟他内部是不是已经烂透了，并没有直接关系。然后京东严查考勤2006年、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在纽约瑞士信贷上班，哇，这是个很厉害的人嘛。7点以后可以订晚餐，9点以后可以叫 Black Card 回家然后于是不少人7点订餐，然后去公司健身房锻炼，洗个澡回来吃晚饭，然后9点打车回家。这个老实交代，次贷危机是不是你们干的？对吧？这个资本主义搞得好好的，就被你们这帮蛀虫给蛀空了，开个玩笑
其实如果大家都这么干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你这些人虽然7点钟你会叫个晚餐，对吧？然后健个身，9点钟吃了晚饭回家，但是呢，在白天的时候，他还是会非常专业的把工作完成的，对吧？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你如果这些人你现在说，哎，你不能这么干了，对吧？我现在要开始严查你了，那么这些人白天的时候也不能保证一心一意的把他的工作做完这个是我们要讲的核心的故事再往后我还是觉得拼多多的崛体影响最大的是淘宝，京东当然也有影响，但没有淘宝受到的影响大。京东太小家子气了，控制员工言论，不能改变商业竞争格局的，要靠企业自己的竞争水平和能力。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大家要知道竞争这种东西你如果上面有一老大这个老大特别大，特别厉害，那么下边这些人呢，可能没准还有一个机会成长成老二但一旦上面的老大2个老大或者3个老大打起来了，然后你一拳来我一脚，那么在夹缝中生存的就都会被碾压掉。现在电商是谁跟谁在打？现在电商里边真正在你一拳我一脚打得正热闹的，既不是京东，也不是淘宝，而是拼多多跟抖音，他们两家在打来打去，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互有胜负那么他们互有胜负的时候，你就会看，哎，最后两家的销售额、两家的业绩都在上升。那下降的是谁呢？下降的就是这种玩不动的就是像淘宝、像京东的，就会慢慢的被蚕食掉。再往后这个老范去过这么多国家，聊聊这几天国家要求酒店、旅馆不要以没有资质为理由拒绝外国人入住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很难这个没资质肯定不敢接待是这样的。中国肯定是有这个涉外资质，其实，但我应该没有去过这种其他需要涉外资质的国家，比如说我去印尼、去马来西亚，都是随便找个酒店就住了。但是我可能因为我用的都是像 Booking 或者是这个携程、同程这些订酒店的这些软件就直接订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们那边是不是可以就去住这个酒店这个事儿我不确定。这个可能他们已经替我过滤过了至于国内呢，这个你现在国家有法律规定，你没有涉外资质，然后去接待外国人，出了问题你就要负全责，这是有法律法规规定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这个甭管是国家也好，政府也好，或者任何人也好，你不能以破坏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让大家去违法，对吧？你只能什么呢？我修改规定，我作废某些规定，然后我以后把涉外资质取消，对吧？任何人都不得再称自己有涉外资质，然后也任何人不得再以没有涉外资质，然后接待外宾这件事情开出处罚来。要这样做，他才可以去往前走他没有去做所有的这些事情，而是要求这个不得以没有涉外资质理由拒绝外国人。那他负这个责任，他不负的。对吧？就跟原来在这个什么的时候一样在这个疫情期间，对吧？这个一边层层加码封城，然后另外一边呢，国务院这边说不可以随便封城不可以层层加码，如果封城必须要国务院批准。有人理他吗？没有人理他的，对吧？这件事情听党的，不听国务院的所以现在讲这个事情呢，继续是在重演疫情时间这个国务院在这儿这个放一些这种稍微缓和一些的这个奇怪的政策出来，但是呢，其实没有任何意义这个状态是一样的最后这个京东严查考勤，还有人在说也许真的要被拼多多收购了呢这个事儿会不会成为真的呢这个事儿呢不可能成为真的为什么？因为拼多多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公司这公司就万把人，然后呢，也基本上不怎么投资，也不收购，对吧？京东还有时候出去收购，像是德邦物流他还出去收购。拼多多是不收购我就自己涨，涨完了以后，我从自己这个里头分拆但我不出去收购去，我也不出去投资去，然后呢，也不去做任何新闻，也不去做宣传，然后呢，任何的这种什么交流会、什么技术大会，一律不参加，
然后这个所有的这种业内的说我们想去参观一下什么不行，对吧？它就是一个完全关起门来做生意的一个公司，他们是不太可能出来买公司的啊，这个他们反正很奇怪。就这个公司呢，也是在圈儿里头，大家也很讨厌他们啊，为什么呢？有这样的，我忘了是在哪个小说里看到的啊，就是说有一个地主啊，叫破散啊，为什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呢？他说啊，他就是这个觉得只要勤俭持家就可以攒下地来，对吧？然后呢，他就这个非常节俭，非常这个自己也不舍得吃，老婆孩子也不舍得吃，然后呢，慢慢的再去整一块地出来，然后再往大了再整一点点，对吧？就生生的把这个地凑起来。他呢就有一个这种破棉袄啊，这个破棉袄系也系不上了，就像一个破伞这样半支棱着，对吧？然后呢，他这个就属于干的比谁都狠啊，然后对自己也狠，对所有人都狠，然后这个起的比鸡还早，睡得比鸡还晚，对吧？然后这个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然后任何事情都是这个也不往外说，稍微有点钱也绝不往外露，对吧？他就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拼多多呢，在这个里头也是这样的。就是大家知道咱们古时候这些地主啊，大概有几种出身啊。第一种呢是祖上传下来的啊，第二种呢是你这考上状元了啊，这个等于是鲤鱼跃龙门了啊。第三种呢，就是像他刚才我们讲这个破伞这样的，就是完全靠勤俭啊，生攒出土地来的啊，也是存在的啊。那拼多多呢，基本上就是破伞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这个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讨厌啊。好啊，再往上看看，想玩转 AI 多少还是得学点编程，呃，是吧？这个我觉得其实一点不会也还好吧。普通话标准，声色深沉，断句清晰，换气节点适当，能做到这几点的口播博主真的不是那么多，尤其是科技类博主，有些人有干货，但那个普通话，这个我觉得其实普通话没有那么重要。会员频道会不会有关于通过 DeFi 加本地模型生成知识图谱的教程？准备做啊，准备做。请教一下范老师，我们行业内的软件为什么国内的都很大，100兆很常见，老外写的软件不到3兆还比国内写的好用？用是语言的问题吗？还真不是啊。这个跟语言没什么关系。它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是特别小，比如两三兆啊，如果我不知道你是做哪个行业的，这种两三兆的这种程序呢，其实好多是源代码。它是需要解释执行的，它并没有完整的编译出来。而且这种软件呢，就是它是不带周围环境包的，它就会变得比较小。然后国内的软件变得比较大的原因呢，就是它必须要编译好了给你，而且呢要把周围所有的依赖包一起打给你，这样呢避免你去调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这种叫做环境的时候呢，导致版本错误出错，避免这件事情。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老外的很多的软件呢，特别小的原因是它的网好它可以这个给你一个3兆的包，然后呢，它实际上是个安装包，然后需要什么东西，它再从网上给你往下拉这个事儿它是有可能的这个但是国内呢，你要知道很多要不拉的东西其实是在海外你没有梯子你还拉不回来，所以它干脆一起都打包打给你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话说老范以前在 JVC 需要说日语吗？不是我没有在 JVC 上过班，我是 JVC 某一个产品的中国区总代理，对吧？所以这个并不需要说日语，所以我也不会说日语。漂亮国吃穷人才吃高碳水吧？华尔街中午不就随便啃个水果，炫个沙拉就完事儿了吗？看来华尔街是典型的白人饭哈。会员的 AI 课程能先出个目录吗？现在就3期这3期呢，第一期是教大家怎么实现大模型自由第二期呢是教大家做这个本地知识库，第3期呢是 AI Agent 的一个开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目录但是你如果我就想听这3期课，然后我去买个会员，这个呢其实也没必要这个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等我再多出几期的时候呢，买1个月的会员，把它都听完，然后再取消啊，这个事儿也可以啊。因为虽然会员节目现在大概也有个可能有100多条啊，大概有这么多吧，但是这个里头可能你真的就是 AI 公开课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多了啊，这不叫公开课，会员课嘛。这个公开课是免费的啊，咱们要说清楚。啊，在你之前的视频发了个留言，现在老大你再评论一下呗。美国 AI 禁令升级，在美国从事 AI 工作的中国人需要特殊许可啊，这个我看到了啊，我可能后边会读这条啊，没事你既然问了，我就说一下这事儿吧。这个我确实看到这个新闻了啊，这个是有这样这个说法啊，但是呢，它主要针对的是 H1B 啊，你如果有绿卡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呢，到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去说你到底是不是给我个绿卡，对吧？那么没准儿啊，这种东西下来以后呢，可能有些人就可以提前拿到绿卡啊，这个事儿也是有可能的吧，对吧？但是还有一些人说，哎，我就不给你绿卡了，然后那个你就 H1B，你就拿不到这个什么了，对吧？那还有很多其他的解决方法，比如说去加拿大，对吧？或者去什么周边的一些地方继续来做这件事儿呗。所以我觉得这个，而且美国怎么说呢？就是它的很多的软件公司，像什么亚马逊啊、谷歌呀、什么，在加拿大实际上都是有办公室的，啊，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怎么看今天发出的中国监管市监总局啊规范平台经济领域价格收费行为？这是针对拼多多类比较无底线压价平台不利吗？啊，这个其实跟他没啥关系啊，这个跟他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啊，它这个呢，其实主要讲的是像滴滴和这个美团这种，啊，你要去派单，然后呢，它在这个里面会去收一些这种，服务费啊，我估计应该主要讲的是这个。老范觉得大语言模型2024年在相机上哪家应用的最好？为什么要在相机上用这玩意儿呢？好奇怪啊！这个其实我现在都不怎么用相机了啊，现在我基本上都是大疆，都是运动相机。这个我的那个什么单反现在已经可能有1年没摸过了，所以我对相机已经没有那么了解了。其实语言不清楚确实影响交流和理解。比如大名鼎鼎的某辉教授油管上转载的课程，动辄2、3个小时，那口音重的真心听着费劲。是他的课，我曾经尝试去听过啊，因为好多人在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去听。然后呢，他不光是听着费劲啊，他口速很慢，然后呢，在这儿一转三折的在那儿讲东西，我实在受不了。因为被这个抖音驯化了，都是很高语速，然后快速这个高密度的内容输出啊，这个所以像他的这个教授讲的，我就实在受不了。这个纳达尔法网首轮被淘汰，看来是个人都有老的一天，不服不行啊，这个事情我就不了解了。其实不在京东改成什么样的考勤规则，而是在于它怎么改，为什么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啊，就是你如果越来越宽松，就相当于是我们信任员工，然后员工自然而然的会把这里当家。啊，你如果越来越严格，那一定是不信任。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不信任文化，对吧？我一定是不信任你的，然后呢，才能够这个定更多的规则，然后才有机会在上面上下其手，才有这个解释权在我，对吧？才可以更多的把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对吧？中国一直都是不信任文化，就是我就是不信任啊，没什么好说的。楼上提 DeFi 的同学透露一下，上一节课，上一节会员课程就演示了 DeFi 啊，下节课80%是教本地部署。这个本地部署我准备在下节课啊，这个是下节课，但是呢，这个礼拜先不录了。本地部署 DeFi 因为要改 Docker 那个东西还是挺麻烦的啊，所以这个我现在还没太想好应该怎么去录这一节课。但是我又不想告诉大家说把 Docker 挂在本地，然后一点，然后它就开始跑了。这个事儿呢，可能还是要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Docker 到底是怎么玩的。
对于非程序员来说可能会稍微痛苦一点。其实第2讲里边第3讲里边关于 LangChain 的那个讲座也是这样。我太太替我剪视频嘛，整个把视频讲完了以后说你到底在说什么？没听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我估计我那一段讲的是比较晦涩一些啊。这个卡尔，你说的 CAD 的 AI 应用是哪个啊？这个看来有人去这个关心这件事儿了。涉外酒店估计也只有越南、朝鲜这些国家才会有吧？没有啊，比如说阿富汗，对吧？还有很多的这种穆斯林，就是比较严格的穆斯林国家都会有涉外酒店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国内很多是这样，没有资质做就违法，有资质但发生了什么事情又不负责任，是这样。他也是不相信你嘛。怀念一下美好的2018，当时带了2个美国朋友在北京住胡同民宿，明显不具备涉外资质，老板是个北京大姐，哈哈一笑来了一句"北京欢迎你"。美国朋友说全程住的最开心，原汁原味的旅店，是这样的。但是这种事儿呢，你就别出事儿啊！一旦出事儿了，真受不了你有的时候，你比如跑到这儿来这个有一些这个男男女女的事情，或者有一些这个药品的事情，这个很麻烦的。奇奇怪怪的政策这个政策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它订立很容易，取消很难因为有很多人在里边是这个付了钱的。拿华尔街吃沙拉说碳水午觉似乎不符合逻辑美国不是说华尔街的才不睡午觉，穷人也不睡。这几天40度高温在室外割草的老莫中午都是吃块披萨我有时候还给他们送个三明治那也是面包碳水好吧。哎，你是在德州是吧？德州现在已经40多度了吗？这么夸张吗？拼多多的新年财报里面利润相当高，小范有空分析一下拼多多如何挣钱吗？这个事儿这个拼多多挣钱的路子真的是挺野的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因为最近呢，他们正在就是拼多多跟抖音在打仗等这个仗呢稍微打出点眉目了，或者等618差不多了，然后咱们看看，给大家讲一讲他们到底是在里头怎么挣钱的，对吧？如何去让大家卷起来，从头卷到脚，对吧？还能挣出钱来。拼多多只顾闷声挣钱挣回来堆在那里看也没有。拼多多花钱花的也很猛他比如说你也花钱买流量，你比如在美国，你到超级碗去做广告，那不要钱对吧？你到这个 Facebook 上去买量，它不要钱，都是钱，对吧？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花钱花的也很。呃，塔主的茶话会玩了会儿卡姆土碑镜是什么东西？没看懂。科技博主有干货，但是口音说的是 Indigo，Indigo 其实口音还好吧？其实我觉得还好。Indigo 其实还可以，还可以。拼多多是不是因为规模小，人力成本低？它规模可不小，它销售额不低的。等于是把京东、淘宝高管贪污的钱100亿补贴给了用户了它100亿补贴确实很猛，但是呢，它补的并不是贪污掉的钱它补的呢是这个流量获取的钱它是这样的。我们举这么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你有一个 APP 做电商，我也有一个 APP 做电商，对吧？然后呢，你希望用户下载，我也希望用户下载。你呢处理的方式是花钱买量这个到 Facebook 上去投放去了。这个投放呢，每1000次展示多少钱？20美金你花了。花完了以后呢，你这个1000次展示20美金，花完了这个1000次展示，比如说给你换来了1次安装你相当于是一个安装20美金然后呢，但这个数不太准确，正常一个安装大概能够值到5到6个美金吧，这个是合理的数据然后呢，不是所有安装的人都会下单都会买东西对吧？然后他还写了家庭地址，绑了信用卡，然后还买了东西，东西还送到家了。那么这个叫实际转化的用户，对吧？这个呢，比如说每一个用户的价值就是20美金了那么他是这么来干的。而拼多多干的是什么呢？说来
这个你们帮我去拉你的亲戚朋友进来砍一刀啊，让他们来装拼多多，然后呢，每装成功一个，我奖励你$10，对吧？拼多多就干这种事情，他那个等于他把这个底层流量算得很透啊，他有的时候还干什么呢？比如说 iPhone 对吧？iPhone 比如不降价，iPhone 应该是1万块钱人民币一台，那么他就说来吧，我 iPhone 补贴啊，每买一台 iPhone 我补贴1000块钱啊，你别人外边卖1万块钱的 iPhone，在我这儿卖9000。那么这个事情会带来什么呢？就是拼多多每卖掉一台 iPhone 会亏1000块钱啊，那这1000块钱哪儿去了呢？就是大量的人因为拼多多卖 iPhone，然后就要回到拼多多，顺手再买点别的，他再把它挣回来，对吧？拼多多真正强是强在数学上，就是他把所有这些东西能算得明白，而京东是算不明白这个账的，它只能是保证每一件商品都必须盈利，然后呢，再花钱去买流量，对吧？它只能是做一些比较笨的工作，啊，这个它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玩法。然后啊，新闻出来了，中国出新规，所有酒店不得拒绝外国人。这个就看呗，这个还这种新规，我告诉你，好多东西是这样的，就是上面有规定了，我的领导没有给我发通知啊，这就跟马斯克那个时候来北京，啊，见完李强回去以后，就有人开着一辆特斯拉去上海，还是去上海，好像让进了啊，好像是成都也不是什么地儿，进哪个单位说我要进去，说不行啊，特斯拉不许进，说现在不是有规定吗？他说你有你的规定，我的领导没告诉我，反正我不能让你进去，啊，所以中国出这种事儿的还是蛮多的，呃，谢谢啊，不客气。会员国内信用卡或支付宝可以付吗？啊，支付宝不行啊，信用卡呢，Visa 和 Master 是可以的，啊，这个什么其他的不行，啊，最近跟 Indigo 两个人互动的几期，我是真的没法完播，主要是老范说话太标准了，你这夸我的吗？对，等 AI Agent 多出几期后加会员吧。好呀，这个没问题。老范缺一个榜一大哥给大家送会员，王健那边3天2头有人送会员，哎，送会员是怎么个送法呢？这还真不知道啊，这个没研究过。这个 AI 用在相机上主要是夜间降噪这种东西，其实根本不需要 AI 啊，它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抖动算法就可以了，就是那种人工智能月亮的这种事情，对吧？这个事儿要 AI 干嘛使？啊，秦晖的这个是真好啊，但是我真的是硬不下头皮来听，这个还好啊，真正听起来的是这个就没听过了啊。全民基本收入估计只有在人口不过亿的国家可以实现，大国牵扯的利益太多。我觉得倒不是说大国牵扯利益多啊，你比如说日本过亿了，它也可以实现这个东西，还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是整个政府运转效率比较高，然后政府从上到下的这个素质比较强的地方才可以玩啊。你如果不够强的话，这事儿是玩不起来的。装了 Docker，就这个沉迷在 GitHub 无法自拔，不小心就把系统盘塞满了，这个事儿是很危险的。是的，对，我买啤酒还在京东上啊，最近看了看抖音，不知道怎么样。呃，我其实挺多东西也在京东上买的啊。手机的 AI 似乎并没有取代相机 AI 的市场，只不过不是单反相机，运动相机也是相机，还是独立于智能手机的品类。这个市场有 GoPro、大疆、Insta360，但是你要知道啊，运动相机里边的算力其实是很差的，对吧？他们放的芯片最多可以做4K 压缩啊，4K 的这个编码就够了，再别的搞不定了。而且你想，它也需要考虑续航，这个运动相机里的电池还没手机电池大呢，它还得考虑散热，因为4K 60帧编码这个，再加上各种的 AI 算法进去了以后，很热的那个玩意儿啊，这个就不是那么好搞的。Indigo 重音在爱上，好吧？我说的那位好像没上过节目，没有交集。对于我这种，没有刚需好奇的文科生来说，表达力就变成了频道影响粘度的一个变量，好吧？
从消费者角度而言，毫不打折的百亿补贴和干脆利落的仅退款，是选择在拼多多消费的最大动力。其实对于我来说，价格并没有那么重要，就是说你便宜一点啊，贵一点啊，我在京东、在拼多多、在这个叫做淘宝上买东西没有那么大差别啊。我喜欢在拼多多上买东西是，经常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让你想不到的东西，然后会或者说它的价格突破你的底线，对吧？然后我前两天在拼多多上看到人家卖本子啊，一个这么厚的本我觉得得有800页那个本然后卖2块钱，对吧？A3的那种大本后来我说真想买一个，后来想想自己也不写字啊，字写的也很难看，而且现在因为太长时间不写了，这个大量字都已经不会写了。但是如果要是写字的话，你花2块钱买一个那大本真的是挺开心的。像以前我们也经常买这种玩意儿啊，就是一点用都没有就把它买回来。这一看，哎呀，这东西好便宜。我记得在拼多多上买袜子，这个男生穿的那种就是比如短帮袜什么的，基本上是可能几毛钱一双还是几分钱一双，最后算下来就非常非常便宜。买完了以后呢，就是只穿个2、3次就扔了，对吧？就是拼多多上经常有好多这种奇怪的东西，它叫流量品。拼多多的操作跟当年抖音的百万答题一样，平均到获客成本和拉动流量，这个成交买苹果补贴1000，简直不值一提，是这样的。拼多多当年干的最神奇的事儿是买特斯拉，对吧？然后这个特别神，说那个我们准备这个补贴特斯拉啊，买一辆特斯拉我补你几万块钱。然后特斯拉不干，说我不在你这儿卖啊，这跟我没关系，我特斯拉的价格是我说了算，不能算你的。然后拼多多说这样，说那个我反正那个谁下单我把它买下来，买完了以后那个我再给你。然后特斯拉还是不乐意啊，说那个这个汽车嘛，你拼多多买下来，我就直接把这个车上在你拼多多身上去，然后你再卖给别人，这算二手车了啊，这就再过一次户了。因为大家知道那个车过户的时候上头是有记录的，你过一次户的车，然后你再想卖的时候都不值钱了。后来拼多多说那这样，说你们谁中了我这奖啊？你们谁到特斯拉店里去提车去，我跟你一块儿去。然后呢，你提到车以后，我现场给现金给你，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反正这事儿我一定要把它做成了。然后特斯拉你再不乐意，我都得把这瓜给你强扭过去啊！这个瓜就是甜啊！他们当时干了很多这种奇葩的事情。夸你的口音这个东西，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能不能说个换个说话清楚的博主联动？这个其实不好找。你像泰利富那个说话还是比较清楚的吧？这个我记得我有一次跟那个谁，徐凯联动，然后还有一次是有一个王书义老师，对吧？这个他们都是说话说得很清楚的。钟表伟也算说话说得清楚的，对吧？Indigo 我觉得还好啊，还像那个谁 Jeff 李，就是那个 Jeff 科技视角那个说话，其实，他反正就说的慢点也还可以啊。不着急，全都拼多多，着急了美团啊、京东，其实美团、京东都可以。在 X 上看，日本人说 AI 时代迪拜有机会，可能是因为什么？迪拜呢是当地有一堆主权基金嘛，他们愿意拿钱出来囤显卡，所以现在你看刘强东也在迪拜呢，然后那个谁，一堆人都在迪拜，什么山姆奥特曼啊，什么这帮人都往迪拜跑，对吧？主要是找王爷们要钱去了。今天有个同学在学校猝死了，我天！老范遇到过工作中同事猝死这件事吗？怎么处理的？这是还能怎么处理的？人都没了，对吧？我呢遇到过一次啊，但是呢，他是这样的，就是，嗯、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啊，他呢其实是已经离职了，离职了以后开始创业，突然有一天呢，我记得那时候还说，就是大家有一次跟他吃饭，就是他创业的时候，我们还跟他吃饭，然后他老婆就找过来啊，他老婆找过来干嘛呢？说你们认好了啊，我才是他老婆啊，什么意思？实际上这个家伙就是外面有点新花呗。然后再过几天呢，再联系我们，就说这个人就没了我说怎么回事呢？就是早上起来一起床，然后就没了啊，就是反正创业肯定压力很大嘛，这个可能是脑梗了还是什么了啊，就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后来这个就是打那个事情以后，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可能只能是
这个表示一下哀悼，对吧？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因为人没了也就没有了。所以后来呢，就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这个先要在床边上坐一会儿，对吧？这个特别是像我们这种我回来了，这个大家还能看到我吗？对，刚才讲到猝死，然后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就挂了，看来这个话题我们就不再讲了，这个话题有点太那个什么了啊。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这突然这个网就不行了，换个节点。现在人还在是吧？大家还都看得好好的，这什么情况这是？所在的城市最近刚上网一个应用，输入降雨量预测洪水范围，好吧，这个还是需要考虑一下心理疏导啊。那个本子买了，质量很好，小朋友随便画是这样的。2块钱没给小胖同学，哎，这个真不需要这玩意儿，家里有的是纸。这个美国的商店还可以拒绝自己不喜欢的人进商店的，有些人不行的啊。我表妹学英语，网上认识个黑人，那家伙到火车站遇到困难让我接待，结果没钱坑了我300块，这都是什么故事？我的 Docker 装在 NAS 上，主要装一些智能家居。其实 Docker 真的没必要往 NAS 上装，我 NAS 上也没有 Docker。下一个阶段，电商有没有可能会嵌入到游戏里？这个我觉得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游戏比电商挣钱，所以一定是把游戏嵌到电商里，而不是把电商嵌到游戏里。一定是把更挣钱的嵌到那个不那么挣钱的里头去。拼多多为什么那么便宜？走了流量后有助于其他商品，是的，因为你最后你看它的财报，你就知道它最后还是赚回来了。我来说一句，有个东西叫口音熟悉性。例如，我以前听不清广东口音，但是在粤语区住了一阵子之后就听清了。估计老范和以前同事来自各地，就对口音不敏感了，是这样的。然后我从小是住在清华院里头啊，那么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管这个东西叫做南腔北调，就是我说的其实不是普通话，我说的是南腔北调。买特斯拉勉勉强强搞了一轮卖特斯拉勉勉强强搞了一轮，当时闹挺大的。不过当时是拼多多想进新中产的市场，18还是19年的时候，他当时拉了很多品牌进去，是这样的。回答小范，休斯顿今天凉快点了，才30度。周一是美国纪念日，天气非常热。我在后院熏烤你喜欢的猪小排骨，感觉很热很热，结果只能室外烤，室内吃。传统都是在后院烤，好吧，在后院吃啊，这个实在是，咱们这个有院子就不要上来这个让我们羡慕了啊。拼多多上有卖假货山寨机的，标注8阵2 51216G 才卖999G，实际上把硬件参数修改后骗人的，拼多多官方也不管。这种你拿到了以后就可以要求仅退款。掉了，对，刚才掉了啊，不是卡了，是掉了。这个好像是这个路由器的问题，我后来把路由器重启了一次。是不是相机又过热了？不是啊，这个是路由器的问题。评论区还能继续，直播黑屏了。是的，就是网断了。这个对，在床边坐一会儿，在床边坐一会儿是可以极大的避免脑血栓。大家不要离开啊，这个应该是这个是有经验的。对，相机能稳定直播多长时间？一直可以直播，没有任何问题。断得这么干脆，应该不是梯子问题。是的，就是路由器突然，我估计是路由器的问题。反正我是把路由器重启了一下就好了。这个相机是插电的。这个谁几个话题我们先聊着。这个今儿晚上吃啥？报个菜名。哎呀，这个吃播实在是，很火爆的节目哈。今天是谁问这个问题导致这个也不是啊，我觉得是路由器的问题啊，这个跟这个什么没关系啊。平安平安啊。我看看把你们这个做菜这部分要跳过去。啊，从这儿回来了啊，回来了。看到没有？这个就是网的问题啊。
正好日子要到了啊，是，所以下一次不一定行不行啊？你想下一次应该是今天是29、30、31啊，31号应该还凑合啊，再往后就不好说了。这个你们还是在研究吃的问题啊，让我想起了左耳朵耗子啊，也是创业猝死。对，左耳朵耗子是另外一个案例。博主，你刚刚说到啊，起来坐在床边坐一会儿，对，可以极大的避免脑血栓。换下一个，换下一个。这个我看看你们都聊到哪儿了。对，OpenWRT 啊，OpenWRT。其实我那个还不是纯的 OpenWRT，我是Merlin 啊，梅林系统。硬路由，对，AX88是这样的。还是要睡够8小时啊，这个我是睡不到，我每天大概能睡到4到5个小时。6月份正好失业1年啊，这个怎么办呢？OpenWRT，这个我们就不研究这个问题了。好啊，我们继续读评吧，还是 MS Build 大会，就是我跟 Indigo 这一条了啊。有人说了，最讨厌家长群、微信群了啊，这个我也很讨厌，但是没有办法，这个经常在里边要求接龙，说谁谁谁知道了吗？谁谁谁知道了吗？啊，这个万一有谁不知道，这个老师会直接问你的，啊，会很丢人。啊，再往后，这个难道不是 OpenAI 世界第一吗？AI 时代来临了，英伟达世界第一，又不是真正做 AI 的，只是提供算力的而已啊。这件事儿呢，英伟达到底能不能到世界第一这件事儿，我其实是存疑的啊。它现在是世界第三，第一是微软，第二是苹果，它是第三。但是现在呢，应该是直追苹果，它2.5，苹果大概是2.9，微软是3.2，对吧？就是万亿嘛。那么这个是不是有机会追上苹果？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期待一下的啊，因为就跟我跟 Indigo 去聊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之前，所有达到美股市值第一的公司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很重啊，很大。这个呃，像这个英伟达这么轻的公司其实是很难的啊，所以呢，它应该也是一时的这个前进啊。如果大家觉得 H100就够了，因为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所有人都去买 H100，它最新出的这个 BH200现在新的机房计划里头好多都没有这个显卡啊。那么如果大家觉得 H100就够了的话，那它的股价可能很快就会掉下来。这个再往后啊，这个雷军走访未来，这哪是降维打击，这就是下山招安。这些车企真答应了，以后电动车企业几乎可以说是小米说了算了啊，这个不用担心这种事儿。还有比亚迪呢，还有这个叫做吉利呢，对吧？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小米就说了算的啊。而且造车这个事儿跟造手机真的是两回事儿。虽然小米通过用造手机的方式，用这个上下整合供应链的方式，在不断的渗透这个行业，但是并不那么容易啊。雷军走访未来啊，这个未来的换电是一个被文科生想出来的试图解决工程问题的这个东西啊，其不靠谱的程度已经被乔布斯证明了。而目前在高充和固态电池的夹击下，已经成为2B 的存在啊！但是未来还在很努力的推它的换电站，这个，哎，这个事情真的是没法整。你想，它一个车里头60%以上的成本是那块电池啊，而且电池的规格还这么多啊，你最后保修或者怎么这个东西都是这块电池，所以没法换啊，这个东西完全没法整。啊，在这里讲的乔布斯就是估计是 iPhone 是不允许换电池的啊，从 iPhone 开始往后都是不允许换电池的，啊，那么这个最后证明现在所有手机都不换电池啊，这个，哎，据说欧盟现在要让手机能够换电池这事儿后来咋着了，就不知道了啊，有没有欧洲的朋友告诉我们啊，让我们看看这边。
有没挣到一个月4万的失业吧？是没挣到一个月4万的失业吧？什么意思？没看懂啊。啥叫35？就是6月过这个小贩这么高产，我就猜一定是睡觉少的类型。是。怎么看海力士员工泄密给华为？我还没看这个新闻啊，这个不太确定。这个硬路由需要额外付费吗？肯定需要啊，这个必然要买的。之前提到什么给小贩画画的本子啊？是。有没有谁最有机会干掉英伟达？这个其实有点难度啊。大家要注意啊，干掉英伟达一定不是英伟达，一定不是做 GPU 芯片的，它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大家只要说我们的模型还在训练，英伟达就干不掉，它一直会这么立在这儿，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的，对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说，哎，谁能够把它干掉？呃，一定是这个行业要发展能够相对稳定一段时间，然后呢，有几个大厂牵头联合起来可以把它干掉，但是现在干掉英伟达还是很难的啊。刚才只提到2块的本子，是的。楼上你的问题是我们不要乱讲啊，是哪个版本的 Merlin 啊？反正是最新的，反正我一般是有新的不用旧的。老黄这个不懂得拿钱搞让人帮他做，帮他操作搞政治，呃，就被坑不清。人家英特尔搞了个特许，多卖了1年的货给华为，那有什么用呢？对吧？这个没有任何意义，这事儿。英特尔压根儿就不产这么高算力的芯片。也许 WWDC 的真正大招是 AI 应用商店，开放对软硬件系统的接口，这个我觉得大家想多了啊。而且呢，这个我现在越来越怀疑 WWDC 会翻车。为什么呢？因为苹果向来是这样，就是你对它期望越高的事情，你就会越失望，对吧？这个事儿真没办法。而且你要想在这个手机上真的想做点什么，那是1天2天能做得出来吗？对吧？没过几天，可能再过个十几天，到不了10天吧，10天之内 WWDC 就要开了，现在才在跟 OpenAI 签约，那你以为在 WWDC 上到底能看到什么？看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感觉 WWDC 上翻车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苹果其实还有一个另外的问题啊，这个今天实在是没空讲，回头看看是不是过2天录个节目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苹果 WWDC 的翻车可能性啊，这个事儿是这个我觉得是蛮大的。这个看好英伟达是赌今年会有 AI 杀手级应用吧？其实不用 AI 杀手级应用，其实你就这么想吧，今天 OpenAI 刚跟大家讲说，这个我们又开始训练新模型了，对吧？到明年就会出来了。然后马斯克也在告诉人说，明年就 AGI，对吧？2025年就 AGI，只要这帮人一直在这忽悠，甭管他做得出来做不出来，对吧？这个英伟达就会往上涨，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这是啥东西？谁能取代英伟达谁就能创造新的增长点吧？不一定啊，这千万别想这个。跟大家讲讲，像原来我们做 Bolin 在 Bolin 的公司，当时也是一骑绝尘，跑到最前面，对吧？做软件公司，当时我们最高的时候是全世界第2大软件公司没有没有，我们大概当过第3没有当过第2，第2是 CA，最大的那时候是微软，第2是 CA，然后第3是我们。然后后来是被谁干掉的呢？是被微软干掉了微软就是连挖人带这个搞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被他们干掉了，因为他真的堆得起这个研发。然后后来呢，但是自己还活得很好真正被干掉的是 IBM 扶植的这个 Eclipse 搞开源，最后把这个 Bolin 干掉的。但是你看Eclipse 最后其实也没有起来，对吧？就这个时代它就过了。
就跟微软似的，你说它怎么从世界第一的这个上头下来，就是它当过世界第一的这个估值的公司嘛，市值，它怎么下来的？就是这个时代过了嘛，它就下来了，对吧？然后改苹果，然后现在又是微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梅林网站一直更新来着对，反正我也是一直在更新吧。国内还在建芯片产业园嘛，在建。对，又要大炼芯片了，那炼吧，那怎么办呢？这个说起手机电池这个事儿，这个那天看到一个00后接彩的视频，被采访的人是10后，10后有几个对生活的建议：一，有没有人想起给手机加个盖子，这个避免隐私泄露；第二，有没有人想过给手机配个换电池可以拆下来的？这个好吧，这个就真的是他们没见过嘛。我以前我大概在哪年来着？98年、99年的时候还见过什么东西啊？就是装5号电池的手机，我忘了是谁家出的了。那个手机特别长直板的就是直的，又细又长。然后里头呢是装4节5号电池，就这么两个这么装上去，后边一大盖儿，然后拆下来以后可以把4节电池塞里头，然后大概也是能够打个1个礼拜，还是打个多长时间，挺金使的那个手机我忘了哪家出的了。北京圈里面的玄学吧，比如公关达人王林的，这个不知道这个事情真不知道不看好英伟达，他们没有生态。英伟达就是靠生态做起来的，那个东西叫 CUDA，对吧？英伟达是坚持了可能有10年没有这个 CUDA 生态，然后从所有人不看好到最后把它做出来。没有刷 Merlin好吧。英伟达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超过50%，不可思议。苹果是25%，这个已经是有点不可思议了。茅台也超过50%了呀，对吧？这很正常的，不要大惊小怪，对吧？最后一个开放房产限购的城市会是哪一个？这个我是不怎么看地产，而且我觉得地产不会有机会这一段时间。苹果从来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对，但是它也能赶得上才行。发布会的根本是预期用户和观众的预期是这样的。Indigo 倒是很期待 W， 我也很期待，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苹果的 Vision Pro，其实 Indigo 还买了一个，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是不是吃灰了？他说是，就是吃灰了，对吧？我在爱沙尼亚周围有不少人还是非智能手机。据说根据法律，潜水电子设备可以为密封性而不允许用户换电池，这一条可能会被苹果钻空子。不过我下一个手机应该是 Fairphone， 这是个什么手机？没见过你还是老老实实买苹果吧。不上班就是做 YouTube 了嘛？是我也想找地儿上班，没有人要我这个就跟雅虎一样一去不复返，这个可能性也存在，但是它有可能等着等着又像微软这样，这个咸鱼翻身了也有可能。这个英伟达就是类似 CA 和思科，逃不出工具和这个系统层的宿命，这个不好说，因为英伟达不断的在找新的发展点它现在也在对 VR、AR 和这个车载芯片在投入。对吧？然后还不断的去开始投资什么具身智能这些东西，就是机器人都在投，对吧？所以它没准又能赶上，对吧？它就是英伟达属于真的是切换赛道，然后每个点都赶上了，对吧？游戏显卡赶上了，然后这个挖矿赶上了，智能赶上了，所以它其实每个点都踩上了。阿尔卡特能装电池，看国内外大多数经济学家和舆论都对特别国债的发行负面态度，但是这其实不就是安倍经济学的翻版吗？以日本的经验来看，当企业端和居民端无法上杠杆的时候，就应该政府上，难道不对吗？其实没什么不对的大家真正反感的其实不是特别国债，而是发债的这帮人最后是不是守信用。
来了先点赞啊，你这个不需要经历惊吓了啊。苹果的计划报废设计的很鸡贼，对，但他这个事儿后来罚了一大笔钱嘛，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新闻说俄罗斯已经自主生产了350纳米芯片。哎，俄罗斯那就做呗，那怎么办呢？CA 当年是凑合了无数个软件产品，于是做得很大。Boland，其实相当技术硬派，Boland 是相当技术，但是呢，这种公司其实最怕挖人，对吧？他就是守着微软，然后微软就开始狂挖。这辈子头一次赶上啊，好吧，那看来上辈子赶上过。用了快色3啊，感觉美塔 OpenAI 字节创新现在比谷歌、微软、苹果有活力。字节这个事儿咱们就不说了，但是美塔跟 OpenAI 确实是比较有活力啊。波伦的 Darfy 很好用啊，当时做 CS 的利器是这样的。我当时就是在大中华区四处给人讲 Darfy 为什么好用的那个人，叫 Evangelist。如果你在05年到09年在大中国区，比如说 Boland 开发布会，你去过的话，应该现场看到过我讲。好啊，再往后，吃药直播，上头有人说了啊，老范最近 ICQ 宣布终止运营了，能不能讲一下最早的实时通讯软件啊 ？ICQ、OICQ，然后呢，QQ 其实抄的不是 ICQ，是 OICQ。对吧？这些是最早的即时通讯软件。那么这个我记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类似这种东西，后来好像是有一个是被这个国内的一个大厂给收了啊，是被欢聚时代，也就是 YY 收了一个啊。然后这些怎么说呢？时代过了啊，他们就是没有做好后面的这个整个的生态，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即时通讯啊，这个事儿也就结束了。而且早期的即时通讯软件，其实对于这种高并发它是处理不了的。很多人说啊，腾讯你也就是会抄，对吧？但其实腾讯在高并发这一块还是做了非常强的这个这个东西吧。而且腾讯有一次差点没死了，那为什么？就是国家要求他备份所有用户的数据，对吧？这个当时差点没死了。这个为什么？因为他当时用这个打洞技术啊，就是两个人相互通话之间，他那个数据是不回服务器的，这样呢可以节省服务器资源但是这个后来是国家有了这个要求，必须在服务器上备份多长时间以后他一下就执行不了嘛，然后反正是坚持了很长时间，最后才缓过来这个再往后伊利尔离职这一条。看到新闻了吗？这个美国 AI 禁令升级，在美国从事 AI 工作的中国人必须有特别许可这刚才我们讲过了。然后再往后，郭有才其实都是人为干预之前幼儿园音乐老师也一样，不过推的都是一些所谓小杨哥这种正能量网红这个我觉得呢，你太不了解这个推荐算法了推荐算法还是会自动发现的。而且像郭有才这样唱也没那么好，然后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其实还稍微有点宣扬苦难，这种是平台非常不喜欢的不会推他的。这种都属于火起来摁不住了的他才火得出头至于说这个幼儿园的那个挖呀挖呀挖的那个黄老师呢，这个也不会去，正常情况下也不会去推荐他因为这种呢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良诱导的。再往后这个有人能为了吃个早餐跑几百公里的地方，怎么我天天加班，周末只想睡睡吃饭，吃饭睡个觉到底是谁把我的假期和钱拿走了？你肯定还是有钱的嘛。你像我这种不上班的人，我就可以出去，但其实我也出不去我也是每天坐在这儿录视频我为了明天出去跟人吃个饭，然后今天早早的就把这个明天的视频都录了。我明天才能出去跟人吃个饭但你比如说我可以很随意的断更这个过2天我断更个1个礼拜，那我也可以比如说到天津吃个这个早饭去这个比如说保定吃点什么东西这个事儿我也可以干对吧？这个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这个所以也不能怪别人。你说我们选择了坐在这里，你是加班去了，我呢坐在这儿更视频了，对吧？就不要去羡慕人家这个跑几百公里吃个早饭的溜回来这个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啊？Fairphone 是一款方便用户自己换配件的手机，这种一般不是工程师就别费劲了啊。谷歌如果开放允许它的应用接入第三方 AI，整个就不一样了。其实谷歌应用上可以接第三方 AI 啊，你 ChatGPT 在安卓手机上也不是不能跑。我不知道这个在讲的是哪一部分啊？OS 生态可能发展起来吗？我觉得有点难啊，稍微有点难。AOL 这是什么东西？微信近10年没崩过，这个微信也崩啊，这个只是呢它在一定范围内崩，这个并没有大崩过。百度搜索图片，看我之前买的主板版本标志在哪里，结果看到图片旁边给我演示 AI 在线修改图片，把纸杯里的薯条变成鲜花，然后我就打算试试，按照它的说明，让它在主板的图片上，加个桌面做背景，然后给我在两边画了2条黑线，又试了让它加一圈鲜花。哎呀，这个百度你就不要跟它太费劲了啊，不要对它抱有任何的期望。这个视频应该用不到60 FPS，对，但是其实你们看到正常的节目都是4K 60帧的啊，这个我都是按4K 60帧上传的。去保定吃驴火吗？可以啊，哎，这个，但是你想我要去保定吃一次驴火，一定会断更的，对吧？这个，所以我得选择到底是坐在这儿更新，还是出去吃一次驴火。苹果的 VP 在冬天发布还是这个明智的，现在夏天了，大型头显设备根本没法用，戴上就捂痱子啊。耳机到夏天都是直接用入耳式的，眼镜没法换轻量级的啊，这个也没法说了吧？可以一路直播加吃播，那个吃播其实对这个摄像环境的要求是很高的啊，就是口播是对摄像环境要求最低的。像 Facebook、Twitter 就大范围崩了好几次，微信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也发生也发生，但是它没有那么大范围啊。Twitter 崩我觉得很正常。好，我们继续啊，这边还有几条。谷歌 AI 又翻车了，说翻车很正常啊。目前的 AI 仍然基于数据统计的堆栈，本身没有逻辑推理能力啊。这位朋友呢，我觉得你还是要正视 AI 的能力。如果你认为 AI 还是一个统计结果输出的话，这件事儿呢就没法与时俱进了。那你说 AI 是不是统计结果输出？是，但是呢，它因为底层的数据这个太多啊，这个参数太大，所以呢，它已经完完全全可以看着像一个人了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想说它到底有没有创造力啊，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像不像人啊，是不是有自主思考啊，就别想这事儿了啊。它能替你把你的工作完成就行了啊。它完成了你的工作，你就不要嘲笑它。对吧？这个再往后说有一说一，你们训练 AI 觉得弱智八是最好的训练语料，也许谷歌 AI 经常大量学习，觉得你们人类具备按照弱智八的逻辑理解能力解读它的回答，没准谷歌 AI 把这个理解为幽默了呢？是不是细思极恐了？这个事儿呢，不能这么讲啊。谷歌 AI 翻车的事情，其实我们并没有讲全。谷歌 AI 翻车多去了，比如说你去问他很多英文的问题的时候，他在后头会回答说这是 OpenAI 的答案，或者有时候说我是 Cloud，对吧？如果你问他中文的问题，他经常会回答我是百度文心一言，这就是标准的信息清理。
这个有问题，对吧？数据清理失败，你按道理说你应该是把这些东西都清理掉的啊，但是他并没有做这个事情。其实拉玛3给大家很好的样板案例。拉玛3呢，就是用拉玛2生成了大量的内容，然后把大量从网上找到的内容通过拉玛2进行洗，洗完了以后洗成高质量的这个问答对，然后拿去做训练的啊，这个或者是高质量的数据吧，拿去做训练，这个效果就会非常好。谷歌等于就没有做这一步，对吧？所以他拿出来的就经常说我是百度文心一言啊，我是这个叫什么 Open AI，我是通义千问，就不停的给你回答这种问题。你像咱们其实一开始也干这个事儿啊，这个讯飞也干过，然后百度也干过，说你好，你是谁呀？我是 Open AI，怎么动的呢？就是我们是拿 Open AI 生成训练数据，或者拿 Open AI 来洗这个训练数据，然后呢再去训练文心一言，对吧？有时候啊，它洗完了以后的东西没有洗干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再往后啊，这个谷歌又翻车了，最后一条了啊，再也没有比公司内部沟通更难的了。有的话就是烧钱部门和赚钱部门的沟通了。最难搞的通常是业务部门，第二难搞的是生产技术部门，开发部门很多时候都是卑微到土里啊。这个我觉得你可能是开发部门的啊，你像我原来在做开发的时候呢。这个真正的这个赚钱的部门是最难沟通的。等我后头开始做投资的时候呢，法务部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好沟通的啊。然后我们真正痛苦的是跟财务部沟通，完全讲不通，对吧？只要在大公司干过活的人，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个概念。因为呢，这个财务的思维方式跟我们这帮原来做投资的人思维方式是反的啊。我们总是想着怎么富贵险中求，风险投资嘛。对吧？然后怎么能够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而财务思考的问题永远是如何避免风险，对吧？这就是完完全全两回事儿啊。所以呢，在大公司里头，就是谷歌这一次翻车，我最终把它归结到是因为大公司内部沟通不畅，所以呢，做这个相关功能的部门没有获得到足够的支持和资源，导致了这一次翻车啊。这个虽然我并没有在谷歌这个部门里头啊，也没有问过具体的人，但我相信这个事儿一定是这么发生的，因为原来自己干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干的非常非常多啊。好啊，我们继续。现在的微信聊天记录在服务器上保留多少天？为什么 Telegram 支持同步聊天记录，微信却不可以？因为微信聊天记录实在太大，它在服务器上保留多少天呢？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东西呢，就是个玄学，就跟这个叫什么似的，啊，就跟这个叫做监控似的啊。你需要它好的时候它就好，你需要它坏的时候它一定会坏掉。老范，你觉得目前写代码哪个大模型好些？这个最近用 Kimi 和通义千问都还不错。我肯定是用 Copilot 呀，GitHub Copilot 是最好的。其实我现在发现，真正写代码最好的是 GPT-4，对吧？那个真的是好非常非常多。就是有的时候 Copilot 在那个就是 IDE 里头搞不定，然后你单独问 GPT-4，它可以搞定。不记得是不是老大你说了啊？现在的 AI，都是大数据，要是 AI 推理能力上去，就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应该不是我说的这话。李飞飞说，永远不可能有 AGI，但其实以工具来说，只要它用起来像 AGI，它就是 AGI，是这样。所以呢，没必要给 AGI 设定那么高的一个目标啊。Hugging Face 和 Hugging Face Chat 用过吗？我 Hugging Face 上的这个数据模型有时候会用啊，但是 Hugging Face Chat 我是从来没用过。Hugging Face 模型数据英文第一，中文第二。英文的模型数量是中文的10倍，后面语言的模型量级是都更低了，是这样的。这个没有任何办法。你就像那个什么似的，美国哪个大模型公司或者这种 AI 公司里头，没有一半的中国人啊，对吧？所以这个我真的觉得 AI GC 时代或者大模型时代就是为中国人而生的，因为我们最喜欢干的事儿是什么？叫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吧？什么时候
这个进行保留节目，聊吃的啊，已经不行了，今天有点晚了，我今天准备早点休息呢。Telegram 上有很多 Linux 发行版群组，Telegram 上什么群组都有。财务说你年初预算做了吗？这个评标是选最低价吗？税点算了吗？开的是增值税发票吗？这都不是什么问题啊。像我们以前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财务会在我们的投资报告上写财务评审意见，对吧？然后我们要一个一个回答他的问题。你想，那创业公司那谁财务健康啊？谁做的未来3年财务预期是这个靠谱的？这都不是胡扯吗？但是财务就要认真的来看，然后还要去做财务评审意见啊，烦死了。我的 ICQ 啊，是 ICQ 挂了。谷歌从巴德开始，好像每次发布一堆新东西，每一个都不同不一样啊，各干各的，是这样。其实大公司它就是这样，你真拿它没办法。用英文提示词让 AI 写代码成功率高很多。是这样的啊，因为你给它中文提示词，实际上它也是先翻译成英文，然后再干活，有时候还翻不准。中文大模型语料是不是主要是就以中文为主？其实都不是啊，中文大模型一般都是中英文，因为它都是拿英文的改过来的。用的梯子，用 GPT 总是被限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换个梯子？这个我以前遇到最多的财务问题是财务出的报销流程全公司都看不懂。这个还好啊，因为这个报销其实总的来说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特别大的问题。真正大的问题像我们以前都是什么呢？就是算利润啊，这个特别是一些业务部门跑到那儿去算，说你看我挣了这么多钱啊，然后到财务那儿一看，你哪儿挣钱了？你这都是亏的，对吧？这个价格你就拿出去了，然后那个成本你算了吗？这全是这个，对吧？这个是很多这个业务部门的老大去找财务，就是碰这么一鼻子灰。像我们这种就是花钱部门，我不需要跟他算利润，对吧？这种投资部门，我们经常这个有的时候财务还得求我们。求我们什么呢？他因为过到这个，特别是被投公司，他要做年终审计嘛。然后呢，我们又舍不得花钱请审计公司，就让财务上说来那个该做年终审计了，对吧？把报表给你，然后给我出一个审计报告出来。然后他们就会拿出来说：“哎呀，这个不行啊，这怎么弄啊？这个，甚至有些公司已经快不行了。”然后我们就去跟财务商量说：“哎，这公司已经挂了，我们把它清算了吧？”财务说：“别，不许清算，对吧？把这公司给我留着。”然后要不然这个账上做不平了，你必须让他留着我们有时候跟财务还是可以打个有来有回的不像那些业务部门是完全被财务摁在地上摩擦的。这个我看看 Gemini，我问很多技术问题，他先回答生成一半后，然后说它是语言模型不能回答，哎，这我还真没怎么遇到过。Hugging Face 是3个法国人在纽约创业的，有趣。是现在法国人干这事儿也行啊，因为现在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几家 AI 公司 ，OpenAI 第一，然后马斯克的这个 XAI 第二，这个那个这个做 Cloud 叫 Anthropic第三，然后是法国人做的那个叫 Mistral 是第四。Hugging Face 还排不上啊。被限制的同学可以考虑充会员。第一节 AI 课就是教如何实现大模型自由这个让他为这一节课去充会员，这个哎呀就算了。这个晚安这个大家准备要说晚安了这个还有啥玩意儿？还有啥玩意儿都不让卖说是固定资产。这个反正也很烦这个事儿是很烦的。Gemini，使用体验确实一般。梯子，这个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 Gemini 对于梯子的要求不高以前有一家公司，大家都投诉财务不讲人话，老板说，这不就对了，财务最好跟所有人都聊不来，这个就算了。刚来，今天主题是什么？今天主题是读评论每周都会有一个读评论这也差不多2个小时了，1个小时50多分钟了，中间还断了一会儿。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家这个好好休息，明天上班然后礼拜5
再去直播，然后下周三咱们继续读评，每周读一次评论。所以你们留了评论呢，我可能也不会马上回，但是呢，我每周三会把从上周三回最后的这个节点找到，然后连续把这个所有的评论都看一遍，就是你们发的所有评论我都会看，对吧？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结束。